日本史上第一位女首相竟然是皇室最大的威胁。今天我们要讲的是2026年最震撼日本政坛的一场无声对决。一边是德仁天皇在出访比利时前的记者会上脸部肌肉绷紧，说出了一句字字千钧的话；另一边是首相高市早苗在庄严的国家试点上，他在天皇面前做出了一个让全日本错愕的动作。这两个画面放在一起，已经说明了一切。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和田先生，我是 Alex。今天我们就来好好拆解这场发生在天皇与首相之间的皇室继承之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个基本问题，日本皇室现在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危机，简单讲就是男性继承人快没了。按照日本现行法律皇室典范，只有男性，而且必须是父系皇族血统的人，才有资格继承天皇之位。但现在放眼整个皇室，符合条件的年轻男性只剩下一个人，就是德仁天皇弟弟秋兴宫文仁亲王的儿子悠仁亲王，今年19岁。而德仁天皇自己的女儿爱子公主因为是女性，在现行法律下完全没有继承资格。这个问题已经讨论了几十年，但到了2026年，高市内阁突然说我们有解决方案了，然后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切。高市内阁提出了2个方案，对外说是为了增加皇族人数。方案1，女性皇族婚后可以保留皇籍。现行制度下，皇室女性一旦嫁给平民，就自动失去皇族身份。这个方案说，以后可以让他们婚后继续做皇族，听起来好像对女性比较好，对吧？但他们的丈夫和孩子还是平民，而且孩子没有继承权。换句话说，爱子公主就算婚后留在皇室，她的孩子也不能继承天皇之位。这个方案根本没有解决问题，只是在拖延时间。方案2，从旧公家找男性后代，用养子方式接回皇室。这个方案才是真正的争议核心。所谓旧公家，是指在1947年，也就是2战结束后第2年，因为美军占领改革被迫脱离皇籍的11个公家，距离现在已经快80年了。他们的后代已经在普通社会生活了3代人，有人是上班族，有人开餐厅，有人住在大阪北新地做饮食业。高市内阁的想法是从这些人里面找父系是皇族血统的男性，然后让现有皇族认他们做养子，把他们接回皇室，再列入继承顺序。然后问题来了，有记者去采访这些旧公家后代，问他们愿不愿意回去，结果有人说我很忙，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有家属更直接说我们跟皇室已经没关系了，也就是说高市想安排进皇室的接班人是一群根本不想回去的普通市民。这不是在解决问题，这是在制造一个政治道具。除了政策本身有问题，高市内阁在对待天皇这件事上也出现了几个让人侧目的动作。第一件事，4月29号昭和100年纪念试点，高市没有亲自引导天皇。按照日本的典礼惯例，在国家重要仪式上，首相应该亲自在天皇身旁引导。1968年，当时的首相佐藤荣作是亲自做这件事的，但今年高市让下属代替他去做，这在礼仪上被日本宫廷研究界称为降格导引。简单说就是你去应对的不是首相本人，是他派来的人。第二件事，天皇在试点上的致辞被取消了，一个国家的最高象征在国家纪念活动上没有机会说话。为什么？根据报道透露，高市内阁不希望天皇在稿件中提到战争反省的相关内容，因为这个内容跟高市政府的修宪扩军方向产生冲突。这一点我们后面再深入讲。第三件事，典礼上的握拳庆祝。在庄严的国家试点上，
乐队演奏了一首日本流行名曲《Get Wild》。这首歌在日本是有特殊情感意义的歌曲，现场有人目击高市首相忘情跟着哼唱，然后在天皇面前做出了一个 Gatz pose， 也就是握拳庆祝的动作，有点像球员入球时的那种姿势。在一个国家最高的礼仪场合，首相在天皇面前做出这样的动作，让很多日本人觉得非常不舒服。2026年6月11号，德仁天皇在出访比利时之前出席了记者会，现场的人都注意到一件事，天皇的表情非常少见的绷紧了。日文报道用的词是珍しくお顔をこわばらせてる，就是脸部肌肉收紧，表情严肃的意思。然后他说了这一句话：我希望关于如何保障皇族人数的讨论能够符合国民的理解。表面看这句话很普通很官方，但在日本，天皇是象征性国家元首，在现行宪法下，他不能干政，不能表达政治立场，所以天皇的每一句公开发言都要非常小心。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背景是什么？当时有一个民调数字，89%的日本国民支持女性天皇。高市内阁在国会通过方案的支持只有13个党派中的7个，连全体国会共识都称不上，更不用说全体国民共识了。天皇强调国民的理解直接指向的就是这个89%，他没有说我反对，他也没有说你们做错了，但他说国民的理解已经是在宪法框架允许的范围内，对高市内阁最清晰的一个讯号。这就是为什么观察人士说这是一场无声的对抗。现在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两个名字，爱子公主跟悠仁亲王。爱子公主是德仁天皇的亲生女儿，她在日本民间的人气可以说是非常高。从小到大，她出现在公开场合都给人一种稳重、优雅、有教养的印象。刚才说的那个民调，89%支持女性天皇，很多分析都认为这个数字很大程度上就是爱子天皇期待论的体现。就是说，有很多日本人是希望未来能看到爱子公主成为天皇的，但在现行法律下，她完全没有继承资格。悠仁亲王呢，他是丘心公的儿子，德仁天皇的侄子。按照现行皇室典范，继承顺序是丘心公，然后是悠仁亲王。今年他19岁，按计划未来他就是日本的天皇继承人，但民调上他的支持度明显不及爱子公主。更关键的问题是，就算悠仁亲王将来成了天皇，如果他也没有男性后代呢？皇室继承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所以高市的方案本质上就是绕开爱子公主，绕开女性继承人，从舅公家找备用男性，但那些备用男性根本不想来，这就是整件事最荒谬的地方。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德仁天皇一直以来对和平这个议题是非常坚持的，他的父亲也就是上一任天皇明仁，在位期间多次前往二战战场就职，向战争受难者致哀。德仁天皇继承了这个传统，他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对和平的重视，对战争历史有着清醒的认识。高市早苗呢，他长期被归类为日本政坛的强硬右翼，在修宪问题上，他一直支持修改和平宪法；在历史问题上，他对二战的立场和主张反省的一派截然不同。2026年的超和百年式典本来是纪念超和时代的活动，按惯例天皇应该有致辞，但高市内阁取消了这个环节。据内部消息，原因正是不希望天皇在致辞中提及战争反省，因为这样的内容会跟高市政府的强化军备、修改宪法路线产生直接冲突。这里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地方，日本的象征天皇制设计上是让天皇凌驾于政治之上，代表整个国家和国民，但现在发生的是首相在用政治立场去干预天皇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这个逻辑反过来了。讲到这里，我要介绍一个很多人忽略的角度，在整个皇位继承争议里面，有一个比较少人提到的动向，就是德仁天皇和丘心公这两位向来在媒体上给人关系有些微妙印象的兄弟，在这件事上其实站在了同一边。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父亲。
高氏的方案一是让女性皇族婚后保留皇籍，但他们的丈夫和孩子是平民，这代表什么？代表爱子公主如果结婚，她老公是平民，她孩子也是平民。一个家庭里，妈妈是皇族，爸爸和孩子是平民，这种身份隔离在现实生活里会制造多大的压力和困难？德仁天皇不可能不清楚，丘行恭同样不清楚吗？他的女儿嘉子内亲王同样面对这个问题，所以丘行恭在自己59岁生日的记者会上说了一句话：宫内厅的负责人需要理解皇族当事人的想法。这句话不是在表达感谢，不是在说场面话，这是一个父亲在说，不要把我的女儿当成政治工具。最后谈一下法律层面的3个宪法争议。第一个问题，这真的是国民的共识吗？高氏内阁说，这个方案是立法府的总意，就是说国会整体都同意了。但事实是，13个参与讨论的党派里只有7个支持，而民调显示，89%的国民希望有女性天皇。这种少数决定多数的做法，跟天皇制必须建立在国民整体理解上的精神是直接冲突的。第二个问题，宪法第14条禁止因血统产生歧视。高氏的方案是把特定血统的普通人赋予特殊身份和特权。日本法律学者指出，这在宪法上是有问题的。第三个问题，爱子公主是天皇的亲生女儿，为什么要舍近取远呢？宁可去找一个在大阪开餐厅，已经80年没跟皇室有任何关系的人，然后硬塞回皇族，却不考虑一个从小在皇室成长、深受国民爱戴的天皇亲生女儿。这个逻辑很难说得通。日本的象征天皇制从2战结束以后，设计的根本精神是天皇代表国民，天皇的地位建立在国民的敬爱和支持上。但现在一个只有7个党派支持的方案，要去决定谁是未来的天皇继承人，一个连当事人都不愿意回归的旧公家后代方案，被包装成解决皇室危机的答案。一个89%国民支持的声音被一个政治算计压下去了，而天皇只能在记者会上用一句希望符合国民的理解发出最后的讯号。这到底是在保护皇室还是在消费皇室？这个问题我想留给大家来思考。你觉得日本皇位继承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女性天皇是正确的方向吗？还是说传统的男系继承有它不可取代的意义？留言告诉我你的看法。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有帮助你了解日本政治的真实面貌，记得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和田先生，开启通知。我是 Alex， 下一集再见。